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今天我们换个地儿哈，因为呢，普京和川普也换了个地儿，全世界都在瞩目着他们这个会议。我们今天晚了几分钟开场，因为刚才呢，方伟和石山都在全神贯注的去看他们的记者会。那从下午3点半开始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小时，他怎么就开会了呢？到底有什么新闻看点呢？他们到底商量出什么结果来了？那我们就第一时间，这真是太热了，这新闻我们就听听方伟和石山给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好了，方伟赶快跟大家打招呼。为了给大家这个两个人谈判啊，这个川普双普谈判的这个真材实料，我们刚才不得不推迟了我们的节目。那在认真看完之后呢，我们发现结论一会儿再说，没法给大家任何的真材实料。但不能这么说哈，那他们两个确实认认真真的去这个在新闻发布会上，普京说的比较多，大概说了我就说了10分钟，川普大概说了7分钟。也许普京说了15分钟，但不管怎么说，我注意到普京，他接受那个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的时候，哇，普京真是很会拉历史纵深呢。不说现在要讲什么，先回到这个几百年前啊，开始一路讲过来，讲这个历史啊，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肩并肩面对共同敌人呐、我一直在说完没有？你到底今天谈了一些什么东西？结果全部说完之后呢，我啥也没听到。那没关系啊，川普会说话呀，对不对？川普你只要说话直来直去的。对，川普说了什么呢？一会儿方伟给大家讲哈。然后呢，石山就赶快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哦天哪，把石山都给埋了。大家好。所以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呢，拜托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点击订阅，好不好？那订阅、点赞，然后呢，给我们去摁下一个小铃铛，这样的话，我们节目正式开始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啦。好了，现在可以给大家说结果了。好了，那石山，刚才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只言片语的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非常实在的东西。他们好像说达成了一些共同的点，但是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底达成了什么东西啊。然后后面还要继续谈，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现在他们达成的点啊，以我的理解，很可能和乌克兰甚至都没关系。甚至有可能是两国的核武器应该怎么管理啊？这种有可能是这些点。石山在之前的时候，这一次会谈全世界都在关注，对吧？就咱们说话这功夫，整个各个大媒体全都在直播。对，如果事先宣布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会谈，6到7个小时才能谈完，我们现在看看才几点？我们美东时间才7点，也就是7点他俩就开始出来做 conference 了。那3个半小时，3个半小时可能都不到，你还有座位呀等等这些事情，你的感觉，凭过去的这个经验的话，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不太可能达成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有什么协议或者有什么东西，但他可能会就是叫做设一个什么 common underground， 是一个共同前提，然后往前走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要具体看了，我不认为，因为说实话，全世界人都知道，跟俄罗斯人谈判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这以前欧洲人就是啊，说，比中共还困难。中共是跟俄罗斯人学的，你要知道，真的跟前苏联学的，对，它是一个非常中共的师傅，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觉得事情。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叫梅德韦杰夫说啊，直接用核武器啊，在那讲，其实那个是一个就是对全世界来讲很刺激的一件事。因为就冷战结束，现在核战争的危险又出来，核武器威胁又直接拿出来在台面上说，这个可能问题非常大，因为美国人也派了俄亥俄级的就直接去了嘛。所以现在要谈什么，我觉得是要降温。还是要怎么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俄罗斯人就赢了。为什么？因为我提出一个很大的威胁，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就这个威胁达成一个协议，那我不就是赚了吗？因为我什么都没付出啊。所以刚才呢，他们在做这个记者会的时候，他俩先出来先讲话，我也很 surprise，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所以刚才你听普京是没讲什么内容，那紧接着川普出来讲的时间居然比普京还少。对，你听到什么？对，所以呢，川普我认为川普说话从来不讲虚的哈，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我听他几句话就能知道谈出来什么。川普说呢，我们达成了几点这个不错的协议，有2点没有达成，但是不要紧哈，那2点呢不是很重要啊，我们很有可能能够达成。那接着我下面就要说几点是什么嘞？
啥也没有。他说，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怎么往下很可能会继续跟普京总统啊再次见面等等等等。结果两个人就开始走到台中间，开始握手，就准备下台了。我的天哪！这个也没有这个记者回答记者问这些都没有，他们就往下走了。没有，那下面记者就是叫成一片呢。对呀，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他是这样的，因为事先大家做过很多的预测嘛，对不对？不是预测，川普自己在那预测，他说我如果谈不拢的话呢，我就直接飞回家去。如果谈得拢的话呢，我就会打电话告诉泽连斯基，我就会打电话告诉欧盟，我会第一时间通报他们怎么样。他在刚才这几分钟之内，他说我会打电话通知他们。他说会打电话。OK，那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有答案有戏，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川普真的是这个笑容可掬啊，摆出一个真的是肯定是不难受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没有撂脸子。对，然后呢，这个叫做。俄罗斯这边呢，我看到早先的报道，大概就是5分钟前的报道，说 went very well。俄罗斯认为说这个谈判这个做得非常好，所以显然会有一些结论出来啊。结果呢，两个人谈完之后是什么也没有。就是我有点像那个中共那个务虚会，你知道？现在呢这一套都学过去。现在是美东的7点16分，所以呢，一会儿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细节，咱们可以再看。到现在为止，这两个大佬们出来啊说的这几句话呢，你抓不着任何一个实质的东西。但之前呢，本来这个变化就蛮多的，本来说是先是1对1啊，川普和普京他们先是1对1，结果 last minute。川普改变了，没有1对1了，是3对3。3对3，如果有好的进展之后是5对5，那是不是可以接下来他们俩说完了，我们3对3结束了，接下来是5对5呢？对，我觉得我们一边说一边得去查。对，因为他们俩走到台中间开始这个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握手结束，我们就不知道下一出是什么戏了哈。所以呢，我们还得往下去看。但是不管怎么说哈，那个高杰跟石山，我觉得呢，川普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看他做了很多准备，事先呢为了这次叫做峰会不引起嫌疑，对不对？专门跑到去当然远程了哈，跟这个欧盟去说，派他的这个万斯副总统去跟欧盟说，去安抚小泽，然后说谈完马上给你打电话，这个那个的。然后呢，他这次你看，他这次飞到那边去的时候，这个你看那个 timing 啊，我们谁都注意到了，对不对？在他跟普京握手之后，然后走向那个叫做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讲台哈，机场的讲台。走上机场连差几步的时候，那个美国的 B2轰炸机跟4架 F-35出来，你知道那个飞机不可能这个打个响指就出来，对不对？它是飞过来的，精准的。哇，这两边都精准到这个时候。然后呢，这个普京离他在3-4步的时候，普京听到响声就开始往右看，这个 timing 这个时间点必须完美。然后呢，结果普京肯定是真吓到哈，一个 B2 轰炸机飞过去，下面会丢炸弹吗？我替他去想了心里的那个心理活动，这是哪一出啊？结果呢，当然了，这个飞过去之后呢，川普在后面拍拍他的背，那意思就是说别害怕，不丢炸弹。然后呢，你解读的啊，然后呢，你看啊，从他这个握手，然后走过这段路上讲台，然后 B2 轰炸机出来之前，右边排着一系列的 F-22猛禽战斗机。然后再加上大概是起码7-8架那个阿帕奇的攻击这个 AH-64的攻击直升机，显然在炫耀武力，对不对？你想你要不谈吗？你要不弯腰吗？这就是我给你看的好戏。走完这个完之后，天上再出像 B2，然后再拍拍它，就是软硬兼施，对不对？这是川普的手法啊，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哈，是这个一起夯过来，那么连喂胡萝卜带大棒，最后就所以你看得出来，川普为了让这件事情有个成效。他可真是动了心思啊！真的一个瞬间，这边上台，这边飞过去，这个 timing 我不知道演练不演练呢，是不是演练了2天我都不知道。那总而言之吧，美国人做事做到这么认真，这么细致。我真的没见过一个美国总统以前这么玩啊！我们都知道，只要现场看过美国的这种直升飞机啊表演，尤其像这 F-35或者是那个 B2 的那种，那个声音是很大的，所以你可想而知，他走到那个地方，在他们头顶飞过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要轰炸吗？我再说一个啊，然后呢，这里头是媒体有注意到，他请普京不是坐普京的专车去，普京的车子其实运过去了，然后呢，他请他坐他的 Beast 就是总统专车哈，总统专车是2001年造出来的哈，这是一个10吨重的车子，然后呢，这个钢板呢就是8英寸的钢板，是绝对打不透的哈。总而言之吧，川普的车子，川普一般不请，包括他的盟友一般不请他们进去，所以呢，请他进去，大家都觉得哇哦。因为川普在那个白宫，这个叫做骂泽连斯基，然后不让吃中饭赶走那个景象，大家就把那个来比哈，就一边是这么个待遇啊，
这边这每天攻击平民的这位，请到自己的这个 Beast 这个专车里头去啊，请他去到下一城。所以川普确实恩威同时在。就是进出啊，对呀，F-35B 兔在头顶飞完了，你总得给点普京面子吧，让你亲自进到的野兽里边嘛。所以呢，这也是平衡玩得很好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我看普京也不是一个善茬啊。他跟川普一打招呼的时候就说一句话，他说：“我看你还活着，身体健康，我真的感觉到很愉快。”我的邻居，他直接真是很辛辣呀，上来就说你还活着，这一句话你说既表示了自己的关心，又把美国的这件事情给抖落到眼前，都听一听。你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看到普京跟他两个，而且今天我看到那个白宫发的那个照片呀，还有 Get Image 拍的照片也很有意思。他做完了，他们俩不是站在那个台子上互相握手，你看到了没有，方伟？川普呢是主方嘛，是在右侧哈，右手握，然后呢。握完了之后还拍一拍他，是，然后请他拍他的后背，请他往这个方向走。白宫呢是他俩握手的这一瞬间，那是应该是握手的一瞬间。然后呢，川普面部非常的严肃，普京的笑容可掬。所以你要读白宫那张照片，你会有一种感觉是，川普是非常 seriously 的，而且很沉重的，普京好像兴高采烈的那种感觉。等到 Get Image 发的那张照片，你再仔细看，特别好玩，没有握手，而是呢。扶着后背，这个请啊，就是川普呢对普京是有点毕恭毕敬、呵护百倍，而普京呢站在旁边很威严、很大气、笑容满面的那种感觉。我在这看这两照片，我都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哈，那两张照片，你从这两张照片当中都会有不同的解读。而这一次川普要跟普京见面的时候，整个都炸了锅一样，各个国家、各个媒体反应全都不一样，对吧？当然一定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能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其实我一直是不太看好，能够跟俄罗斯人近期达成什么特别突破性的协议。其实我是不太看好的，因为这个乌东的顿巴斯地区也好，这个克里米亚也好，我不认为那个俄罗斯会把它吐出来。不太可能会吐出来，但是现在全世界都把川普架在那个位置，好像你这个东西没吐出来呢，你就是失败，你就失败，对吧？他们就是这样的，对，说甚至不是都说了，如果你要把这个也吐出来停战的话，你就诺贝尔和平奖了。佩洛西，对，我觉得哈，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叫做高峰会。这个看点是什么？我看了所有的，不是所有的，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评论员哈，包括说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前蓬佩奥也好哈，包括金里奇也好，前议长，我没看到一个敢说这次会谈出来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人敢预测它是怎么样的。对，连川普自己也说，我也不知道会谈出什么。其实我在这之前呢，因为我缺席这个早安中国2次了哈，我前面2次一直都说，我是一点看头都没有。没有必要看这个消息，直到前天我后悔了，因为我看到一点什么呢？我认为普京是绝对不会弯腰的，绝对也不想弯腰，也不想停战。我认为啊，所以川普你有什么戏呢？但是呢，我觉得啊，就川普我后来把我昨天节目的标题叫做"这是普京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我觉得川普这一次真的是叫做一定要把所有的机会试尽善意，然后把他所有的 art of the deal 哈。他做交易的本事全部拿出来，看普京这个叫做就是就不就范吧。如果还是不就范的话，那川普下面出手；如果出重手的话，那他就是叫做什么来着？有理有节了哈。但是我今天看到我到现在我也根本读不出来他们谈了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能看出川普对普京的那种宽容，真是我觉得都不是就是虚情假意啊，他真的很想把他赢过来，不管要经过。走多少路，走多少弯路，他要把它赢过来。当然，从宏观我理解，川普一直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可以把俄罗斯推到中共那边去，做成这个结果，那就是很蠢的。就当初他就这么批评拜登嘛。那么在他手里，他是不是就是说无可奈何也得接受这个情形的？我看他这样子，他真的是他不愿意无可奈何接受这个情形。所以无论普京怎么去负他哈，就是辜负他的意思，谈得很好，再去白天谈很好。晚上去这个阳奉阴违，搞上几轮，那川普还是保持今天的这么一个微笑的宽容的态度，我就有点看懵了。说实话，我就只能说只能再往下看，不知道川普他的耐心还有多厚。
他还要走多远？我看到今天泽连斯基他也在讲，他说是到了停火的时候了啊，希望呢俄罗斯能够采取行动啊，我们呢只指望着川普了啊，指望着美国了。泽连斯基今天也在讲话，这就在他这边要会谈的时候，普京还在攻击基辅啊，攻击乌克兰这边，而且呢还在不断的死人。刚才川普也在提这件事儿，那川普确实是上个星期死了7011人，今天星期五，那又一周，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还在攻击乌克兰。那川普呢还在为普京解释，他说这在给他自己争夺谈判的砝码。的确，川普已经是给普京足够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面子了。但是就在昨天 ，Bessent 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他说他回忆了一个片段，他说他们在加拿大开7国峰会的时候，他跟川普在这儿，说川普就问了一句话：你们能不能跟美国一起给中国加200%的关税？他说，结果那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齐齐的低头，都好像去看自己的鞋带有没有系好，谁也不吱声。昨天他说出这段话，石山作为一个美国的财长，第二天川普就要跟普京去会谈去了。Bessent 在这个时候去回忆一个片段，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很明显是你们各个国家愿不愿意跟我们真的站在一起。其实声援的时候。用意识形态或者唱高调，这个是比较容易。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啊，说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应该怎么如何。但是你愿意为这个事情付出一些代价吗？你愿意采取一些行动，愿意付出一些代价？你愿意出钱还是出力还是出什么？这个时候你发现很多人呢会。往后退了就走了啊！其实，在国际政治也是这样的。平时叫做别打嘴炮哈，来点实在的东西。所以他我觉得你现在在乌克兰这场战争花的钱最多的，出的力最多的，恐怕都是美国人啊，都是在做这个事情。好，欧洲你们现在不同意这种和谈，你们或者是。不同意我们用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你愿意跟我一起往前走吗？结果大家就有点像啊，这个谁愿意上的往前走一步，结果所有人往后退了一步，你自己被 single out， 这种情况对，这个有点像这种，你欧洲人愿意多做点什么吗？就是这个全世界各大国愿意多做什么吗？这个恐怕现在谁都不愿意多做一点什么，这个局势是很清楚的。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说 OK， 那我们愿意，如果大家不愿意一起往前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妥协？我一直认为最后可能是一个妥协。这个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从战争的可能前2个月吧，我就觉得有可能是那种妥协会达成。关键是怎么妥协呢？就是顿巴斯和克里米亚，所以这次等于是俄罗斯人拿走了。这次呢，因为大家有一种说法，包括呢所有的反对川普的这些媒体都在说，你现在去就是给普京的面子，你现在去跟他在同台握手的话，你就是在给普京助威，你没有让乌克兰站到这个位置上，甚至说你把盟友、你把乌克兰都放到一边去了。所以你看，川普一直在声明，他说我们这次不会谈土地的问题由乌克兰自己呢去做决定，他们去做他们的选择，我们只是呢去看看谈一谈能不能促成他们之间进行和谈。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今天普京呢也在讲，他说我呢希望我们的互相理解是能够促成和平谈判的开始。所以今天呢，看来双方都说比较顺利啊，达成3点，有2点没谈成啊，等等等等。但是确实，川普在之前已经开始不断的在降调，比如他说，那你们到底认为这个成功，我们这次谈判成功怎么叫做谈判的成功啊？他不断的在解释这些。大家对他的这种推得那么高，而且呢，对他见普京持有极大的这种批评的作用。这次呢，他们3对3，包括5对5，他带着商业部长还要谈核武器的这种协约，包括他的一些商贸的合作等等方方面面的这个事儿。土地不谈，那谈这些事，那都是未来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怎么去做。那你这次关键，大家看你能不能停火？
对吧？能不能停火？如果今天谈来谈去连火都不停，回去还现状，那我认为川普是不是也就失败了呢？方伟，最新消息又有了。对啊，因为3对3完了之后就要看5对5嘛，没有5对5了，川普没有5对5，打道恢复了，那实际上哇，那是没谈好哎，实际上就没有任何 deal，啥也没有，没谈成哎。基本上友好的见了一面，然后说以后我们接着谈吧。川普真的有耐心啊，他真有耐心。但是他也兑现了，他之前说过，如果谈不拢，我立马走人。那现在其实并没有谈好，可以这么推测，连5对5都没有。但他走人，他也说他会通报欧洲那个跟那个泽连斯基嘛，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到现在哈，我认为到现在我们3个人坐在这儿，对不对？刚刚谈完我们以为都看完了，到现在仍然是不清不楚，不清不楚。所以这次谈判，确实是对普京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我们不说它是一个大的胜利吧，起码是对俄罗斯方面来讲，确实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自从普京决定对乌克兰采取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以后，基本上没有任何西方的大国的领袖见过他，对不对？没有任何人跟他同台一起见面，那更不用说握手啊或者什么这一类的。所以这是第一次，而且是美国总统，起码他认为这个起码是我突破了这么一个外交封锁嘛，对外交上的一个封锁。那我以后愿意跟大家谈，要不然谈啊。所以就看美国政府后面的态度是什么，怎么采取后续的这个措施。那尤其是对乌克兰的支援，这个军援呐，或者是其他的措施会到哪一步，会怎么样做？我总是觉得这个，包括对中共也好，对俄罗斯来讲也好啊，或者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现实政治都是这样的。你没有战场上的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动作啊，你在只是谈判上想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然是美国人想用别的方法，我们都看得出来，川普用别的方法就是这个经济上的方法。这个经济上的方法，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已经做了很多了。比如说，他跟阿拉伯人达成协议，增加产量。这实际上石油价格可以下降，因为俄罗斯的石油的成本呢，开采石油成本比阿拉伯人要高，所以它降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比如说60块钱以后，俄罗斯是没有多少利润的，没钱赚了，没钱赚。但是阿拉伯人还是有钱赚的，所以他就刚好，你看现在他非常精准的控制到这个位置。他采取了很多其他方法，比如说不让希望这个印度也好，中国也好，不要去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啊。但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开放的，所以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它会从别的地方露出来。所以这个确实是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我在这儿就是大胆往前说一下，这次谈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哈。我认为呢，其实有一个就是有一种观点，我是蛮认同的，在网上是流传哈，就是说普京其实是属于一个输的状态，用他的国内的政治。他怎么讲呢？你就想象一下，美国去进攻伊拉克，打了3年半，只打下来20%的土地，一个省会的城市都没占下来。这个时候他怎么收场？等于是绝对是一个输的状态啊，所以呢，对普京来说，只要战争继续，他就没有输。这就是他的一个怎么讲呢？这有点像那个投资股票，已经跌了很多，我只要不卖，我就没输，我就没输。很多人这么觉得。所以这就是普京的在政治上的一个动机，一定要往下打。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双方你知道啊，双方伤亡，这个乌克兰是伤亡接近50万，但俄罗斯也不愿意承认哈，现在估计俄罗斯伤亡是100万。所以用那个汉森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汉森教授，他说这就是另外一个凡尔登，这个战场，另外一个叫做列宁格勒，绞肉机啊，绞肉机就是绞肉机，就是完全是没有意义的绞死人，每天是绞死人，绞死几千人的上千，不是绞死几千人，伤亡上千人或者几千人的这个打法，所以是极其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普京来说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现在收手，他连整个的顿巴斯都拿不下，都拿不下来的话，他打了3年半，拿到的就是在当初就要拿到的东西，就结果还差3%，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2个地方还有20%拿不下来，对不对？他怎么去做这个交代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面呢，就是说整个的战线1700公里，1700公里啊，你每一米你要一个兵放在那，你需要170万人，乌克兰总共的兵才不到90万，他还得有纵深，对不对？还得有第2条战线、第3条战线，还得有预备队，对不对？所以根本就是兵是不够的，到很多战线根本就没有防卫的，你知道。
所以俄罗斯现在就在这个空档就摸进去，在后面再去逃，这个打法。所以呢，战事其实我觉得对乌克兰很不利。而且欧盟呢，我现在看到欧盟就是我说光说不练有点刻薄哈，但是也差不多了。现在出钱到底在谁出钱？所以呢，现在是川普已经摆明了，他今天又明明确确说哈，今天早上他跟那个谁啊，那个 Brian Bayer 说，他说我们不出钱，我们卖武器，我们拿到 big and beautiful checks， 他是这么说。所以核心在哪里？就是欧盟的钱袋子要不要打开钱袋子去掏钱。所以上次谈到说欧盟增加5%的军费时候，然后增加帮助这个乌克兰的军费，你知道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马克龙就说，他说不行，要买法国的武器。这边人家国都要亡了，你说这个武器别买美国的，买我的，你就看出他的想法是什么哈。所以欧洲是兴不起的，你兴不起怎么去打这个仗？刚才我不提到了吗 ？Bessent 在昨天也在说，7个国家100%制裁中国。你这边是你们掏钱，你掏的没有那么够，又没有那么的及时。那边呢，我们最近有一个消息，日本方面卖给中国300台精密的这个机床啊。精密制造机床突然失去联系，因为现在这种精密制造业的机床呢，里边都有跟踪的这个位置，一旦出现了违背你合同的话，甚至挪了地方的话，它可以远程让它锁机的。结果呢，突然失去联系。现在呢，日方已经公布，他们已经追踪到至少有30台精密仪器出现在俄国，这是一个消息。那俄国这边支持俄罗斯这边的，那就是中共这边了，明里暗里的加上这个机床，对吧？你看无人机啊，包括这些军用物资啊，甚至一些说没有经过政府的所谓的雇佣兵啊，这个合同兵，还有这等等等等等等。那人家都说了，那咱们一起制裁中国一个200%的，这不就2级制裁吗？咱们一起做起，给中国来个200%的2级制裁。完了，几个首脑谁也不吱声，都低个脑袋了。你自己不掏钱，那为啥制裁中共也不干呢？为什么？当然是有经济利益啊。损失太大，损失太大，不敢，钱也不能给及时，然后呢，制裁中国，那你这到底要怎么弄呢？让川普去谈判，你们还总骂他，全都在骂川普。你也说了，给了普京极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打破了一个封锁。那现在没谈判，确实是，如果这个结果的话，确实是给普京一个很硬啊，就是不低头啊，立场确实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可是如果川普不这样的一步一步的采取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怎么办呢？就像你们说，就这个绞肉机就这么不断的乱轰轰轰的这么无止境的想下去吗？我觉得这个叫绞肉机无止境的想下去，不是无止境哈，会持续想下去，直到想到双方都没有力气。我觉得这是很不幸的一个结论哈。我也不希望是这样，但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川普积极的努力做这件事情，不应该给川普加分吗？所以我看到今天有一个柬埔寨，它不是促成了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停战了吗？然后呢，柬埔寨这边有7万个耶，可不是7000个。我还说我们的小编辑，我说你那个数字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7000个僧侣？他说你好好看那个录像。我回头一看，他是专门给川普去讲的这句话，对川普就这个，对川普表示极高的尊重。是他说我们7万个僧侣站在这打着川普的这个，支持他们的总理提出诺贝尔和平奖，让川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7万个耶！他里边说的很多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我在这，我还在这一句一句的，我还记录了一下哈。他就说亲爱的川普总统，他说今天我们满怀感激之情站在这里，感谢您在促成泰国近期停火中的关键作用。说近期升级的边境冲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动荡，您积极的外交努力和富有远见的影响力，对缓和局势、促成停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您致力于推动柬埔寨和泰国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承诺令人深感敬佩。然后后面就讲到了您的这个非凡的证明了您非凡的领导力，有助于解决冲突，避免两国之间爆发灾难性的战争，等等等等等等的。我们知道咱们在中国人对这个和尚僧侣这个文化还是相对来说有一定了解的哈。你7万僧侣站到这儿，在这么政治不正
确，然后支持他们的总理，而且是柬埔寨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么微妙的国家当中，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站出来，石山你怎么解读？你觉得这些僧侣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和角度期望僧侣？我跟你讲，川普不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杀过人的人是得不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是真的，真的，没有杀过人的人是得不了诺贝尔和平奖。怎么会这样呢？我以前就曾经写过这样文章，我认识很多。奥巴马不就得了吗？那他有没有发动战争？他轰炸过利比亚，他有没有发动战争？啊，你是说这个意思？对呀，你说我们看看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我看我那个印象很深刻的，曼德拉。曼德拉是长期坚持武装这个斗争的，在南非。那个阿拉法特，对吧？阿拉法特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啊，就你看下来以后，就是说你没有去动用武力打仗。然后你说好停了，别人觉得哎呀你太好了，你终于停了，我给你一个奖吧。真的从来不打仗的人就得不了的。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的是人从来没放过一枪，没有打过仗的。你说瑞士的那个总统也好，什么他们是从来没有跟别人打过仗的，他什么时候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你是讽刺呢，还是说要化干戈为玉帛才能够得奖？对，他实际上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人指着你，别人以为你会去打仗啊，你明明有很大的这个优势，你的战争你可以怎么做，结果你某一天你停下来，你说我不打了。哎，那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川普还是得啊，就是通常都是就是放下屠刀的那个人就能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奖励大家放下屠刀，而不是奖励那些从来没有拿起过屠刀的人，你知道吗？我没拿屠刀，川普确实啊，最近你看他促进了多少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啊，对吧？包括印度和巴勒斯坦，对吧？然后呢，现在柬埔寨和泰国，然后呢还在推动这乌克兰、以色列这边轰炸伊朗，所有还有包括胡塞武装，他上来之后，他不断的在灭火呀，而过去这4年都到处都是战火一片，大家都担心这个第3战了。所以刚才就在讲，不过石山你这太那什么了，这诺贝尔奖到底是个什么奖啊？这是我已经听出石山对诺贝尔奖的讽刺意味，然后一个很正面的道理说出来。你想这个，如果我们就是说以制止战争为这个标准的话。川普绝对是有资格得诺贝尔奖，他已经就是强力去伸手，已经停了好几个了，印巴也停了，是不是？然后这个刚果，刚果对也停了，然后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还有这次泰国和这个柬埔寨，他都伸手就都停下来了，那已经都很厉害了，对不对？柬埔寨和泰国这个他也用他的关税，我就只想笑，你说哈，他自己。凭空弄出这么个关税来，然后你们都停了，我给你们降到19%，要不就36%，完两边老老实实都停了。现在呢，他就整不好这个乌克兰的这部分，所以这就是佩洛西就说出了一个，你要能让他们停火，还能不失去乌克兰不失去土地，我也觉得你能够去得诺贝尔奖。他也觉得你应该得了，但是呢，他提出这个标准实在是看起来有点难，非常困难。因为俄罗斯为什么可以不受这么大影响？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基本上它不靠你们这个对外贸易，它基本上不靠对外贸易啊，它就可以完全是一个自给自足。这个有点像内循环是吧？有点像满清时候的这个中国啊，闭关锁国，对，照样活。对我没有太多东西需要你们啊。所以对于川普要不要获诺贝尔奖，包括呢这次川普这么大老远，大家都看的啊，都是觉得能不能谈出结果来呀？而且现在这个结果，接下来从现在开始到明天，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咱们设身处地想一想，石山，换你的话，你会不会像川普这样的一步一步去争取？会不会这样去做？我不会。为什么？太累了。这方伟呢？方伟会，你会一直不断的努力。你让我打了川普多少巴掌？是。多不给川普面子。这次川普又是没面子。对，你问我这个问题很好问题，我其实没想过我会怎么回答哈。但是我去看川普，他在利益上，他确实可以走开的，他走开是没事儿的，因为再往前推哈，俄罗斯再往前推，
就逼到欧盟一定要出手，最起码波兰他会出手，急了的人就会出手，战争就要扩大。对，但是美国又是远隔重洋在这边哈，好好做他的生意，让美国更加伟大。从政治利益上，他确实是可以走开的，但他们没有选择走开，甚至这次抡棒子把那个这叫什么，把印度打了个晕头转向，印度觉得好冤呐哈！你不惩罚俄罗斯，你不惩罚这个中共，你还惩罚我，其实是打印度给他们俩看的。川普冒了很大的风险，为了制止这场战争，冒着跟印度叫做什么恩断义绝哈。当然，我想不至于了，他再橄榄枝一伸，他又会过来但是我觉得川普冒了很大的风险干这个事儿。方伟，我觉得这个我得打断你一下，有什么风险呢？川普他多聪明啊！他给印度这一家之后，你知道。包括苹果公司，大家都蠢蠢欲动的。你不是给中国加税吗？好啊，我们都要往印度去嘛，对不对？印度也敞开怀抱，要成为中国第二，成为中国的代替嘛。所以，川普这个关税加上去，他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我觉得川普太聪明了吧？你觉得他要把美国公司从印度逼回来吗？他其实他起到了这样，同时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提出来，你居然印度还不干啊？居然去反对，不同意。好了，你不耍硬吗？关税加上去，他这一时好像得3雕哎，所以你看，正好这个时候苹果不就回到美国1000个亿吗？然后呢，现在呢本来呢要到印度去投资的美国企业，现在也不动了。我在中国现在也就不过这个税，我跑到印度也50%，现在都按兵不动了。那你说川普他这一巴掌下去，他可不仅仅呢，他一箭好几雕啊！我觉得川普算计得很清楚。他的用英文叫做 collateral 哈，他的这个叫做叫附加的这个叫做损失太大。他如果真的想把苹果逼回来，他可以用一个专项的关税把它逼回来。但他现在就是真的把印度推到那个几块砖头推一块去了。能推那个砖头那不有水泥吗？就印度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这个砖头能垒实吗？对，我也同意，最终他未必会失去印度，但是呢，他确实为此付出非常大的风险。这么说，对，我也这么认为。我觉得中国人讲事缓则圆，有一些事情啊，应该就是缓一步。我有时候觉得太急了。那川普从这个1月份上任以后到现在，他的那个所有的政策啊，一步一步推出来，叠加在一起，有的时候太急，他就是子弹没有飞的这个空间和时间，要飞一段时间。但人家川普说了，每天都在死人呢，所以你看蛮性情中人，换13，人家13就再拖一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所以我说个那个我的结论哈，就是川普其实我说这话不是高调哈，川普去止战，去止住这个俄乌战争，说白了就是一个菩萨心肠，他就是不想让他死人。真是这样的，你再怎么骂他，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菩萨心肠而已。你看，这是我们的解读，但是你到网上查一查的话，那把川普之前、今天，包括明天，你看把川普骂的得是死去活来。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2个照片，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你去看白宫发的那个照片，他和普京怎么握手；你再去看 Get Image， 他是怎么拍的那张照片，怎么去握的这个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东西，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里也问问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你觉得你会不会支持川普现在就去跟普京他这次行动啊，谈判的这个行动，你支持吗？他这可是没什么结果，要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支持打一个1啊，那支持他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不支持，你这川普太急了，急什么呀？那你就打一个2，好不好哈？那我们呢这2个呢，咱们就都问问大家，在下面去打一个字哈。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因为今天是8月15号，全世界都在看着川普和普京他俩能不能够，这是白宫那张照片。这是白宫他俩握手那照片，而另外一张呢是 Get Image， 你看看那个形体啊，身体的那个语言，你一看你就知道了，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哈。然后呢，我们在这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会议只有3个多小时，然后就马上呢就开记者会了，也没有细节，也没有5对5了，3对3谈完之后，几乎就是2-3个小时就完事儿了。虽然呢双方没有撕破脸，没有不高兴，说谈得很愉快，但是我们都解读出来是没有结果，所以呢这个会议呢。这么大的阵仗，最后呢2-3个小时没事儿了。那他主要的观点呢，再跟大家更新一下。那一会儿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消息会出来哈。那今天的主要呢，就是普京呢说，我跟川普呢会谈具有建设性，并且富有成效。尽管呢被海洋隔开，俄罗斯和美国仍然是邻居。他说呢，在阿拉斯加与川普会面呢，他是以邻居的身份向川普和美国去问好。然后呢，他说俄美关系在领导人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的时期，已经降到了冷战以来的最低点。啊，这是普京讲的。然后呢，说俄罗斯看到特朗普政府愿意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
真诚的希望结束和乌克兰的冲突。刚才他这个要点，俄罗斯啊，他说俄罗斯希望的是乌克兰方面呢是解决方案是长期的，然后呢，普京呢说感谢川普在对话中采取的信任的态度。然后呢，这个川普方面非常简短啊，那他主要的观点呢就是将和普京呢在会晤描述为叫做富有成效。然后呢，他说将致电泽连斯基和北约的同事，向他们通报与普京会晤的内容。他和普京呢在乌克兰问题上就许多问题达成一致，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川普没有与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共识称为协议，指出呢需要各方达成这个一致，就是他俩这不叫协议啊，只是达成共识，不叫协议。真正达成协议是你们谈判双方的，所以呢，我就是跟他碰个头，我争取这个不差，开了个头，但是呢，接下来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进展，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川普被人家骂的这样的，完了积极的进行外交。我自己有另外的看法啊，如果他真的达成协议，他可能会被骂得更惨。因为欧洲人也好，或者是乌克兰也好啊，可能会说你第一个跳出来说，这我没参加的一概不承认，这个可能对川普来讲可能会非常非常被动。所以我不知道他达成了什么共识或者怎么样，他绝对不能称之为协议。如果他称之为协议的话，别人就会说这是慕尼黑协定了，你在出卖欧洲人的利益或者出卖乌克兰的利益，所以它可能只是一个传话，可能或者说告诉你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可以接受到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位置啊，但是呢，你要跟那边谈妥了才行。所以川普分寸掌握的还是很好的哈。这个是美国现在的一个立场，他必须表态的做这种表态。我们现在这观众他们都是100%的支持川普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哈。这位叫做胡光说支持川普做的任何决定，这一看就是川粉啊，人家就是说你是川粉。然后呢，另外这叫做 Swain 呢，他说为什么不支持啊？一次不成还有下次吗？然后呢，就算要制裁，也要先谈了再做嘛。美国也没有什么损失，对吧？跟高阶想法一样，对吗？只不过被人家骂的我狗血喷头，川普不在乎，谁骂我不在乎，我只做我所要做的事儿。被子弹打了一次的川普掀翻桌子，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那川普到底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啊？这13已经铁口断言得不了。那你们支持13的想法吗？支持打一个1，说不打一个2。川普会用他的实际行动，还有3年呢。彻底改变这些人对他的看法，打个2，好不好？那支持13的啊，那还是惯性的这个诺贝尔，还是这个德行的，那你就是被他就说准了啊。还有没有补充的，方伟？居然不问我他能不能得诺贝尔奖啊？对，那快说吧。我每次看方伟奶奶笑嘻嘻的瞅着，我就是想笑。好吧，你要说什么答案？我其实没有肯定答案，我倾向于同意13，短期内他肯定得不了，因为诺贝尔他那一套标准根本就是今年得不了，他就不愿意给川普就对了。对呀。好吧，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就川普这个问题啊，我还想，如果要多深入一点，我们更往深一点走啊，因为他这个政治啊，这个国际政治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国内政治也好，它除了有这个具体的事情之外啊，就说我们用逻辑、用理性，大家讨价还价怎么让之外，它背后啊，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标准在里面，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确实是比较同情普京，他甚至比较同情习近平，我是这么认为的。他同情普京为什么？他这个呢，就是要从这个4年前的这个情况来谈，就是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力量啊，是一个全球化代表的这个力量。我们每次都说美国有一个深层政府啊，其实那个深层政府并不是美国的，而是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势力。他们追求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东西，去国家化，不要边境。他要这个他们的那一套做法是从欧洲，你看欧洲的移民问题现在多严重，说到美国，他有一套这个东西。那么相对的就是另一批坚守原来叫民族国家的这个边境，我民族国家这个政府就是
这个世界的舞台，就是还是必须以国家、以政府、以民族国家作为这个主体来参与现在这个全球这个政治。所以川普上来，他的那个 MEGA 这个运动，他就是以美国作为一个主体来参与全球的这个政治，而不是以某种概念。全球化的概念，这个去国家化的概念，然后包括这个取代，包括这个什么性别也取消，这个不是单独美国的一个运动，而是一个全球的运动。它的背后就是那种我们不管它叫深层政府，它是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一种力量，它可以是一个全球的资本在背后。这一批力量啊，它所敌视的不光是美国，不光是这个川普，它是所有传统的这种国家的力量，传统的这种社会的价值观，他们全都敌视。所以在4年前，这不是4年前，在川普就是和拜登竞选那一次，当他这个最后确定他输了以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他们下一个目标肯定是俄罗斯。肯定是俄罗斯啊，还有中国，他们一定是就是会这个未来的目标啊，一定是这2个国家，因为作为一个你要突破国家的限制，要突破这个旧时代的这种政治的框架，这几个国家就是是最后的这个堡垒吧。这是最后的堡垒。你强调民族，强调国家，强调传统，强调以前啊，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这几个国家都是这样。川普呢是在美国还在坚守这种东西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对抗里面，你会发现他跟他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是站在一条线上。所以他在情绪上他是偏向普京的。所以这一次谈判，我认为就是他。深层啊，内在的这种情绪，它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我认为是这样。但是呢，他都取消了最后1分钟，他取消了跟普京的这种1对1，之后呢变成3对3和5对5，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克制着所有的这一切，没错，他已经极度的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善意和对普京的这样，你说是帮忙还是怎么样，已经足够给他了这些东西。我毕竟也是一国之总统，被人骂这么惨，我做到这个份儿上，你普京这次还是没有给川普一点儿我感觉好像是看看吧，会总结出来什么啊？那这是今天咱们第一个，还是最新的？这边还在还没出来新闻呢。我们一边看着晚开了10分钟的节目，给大家呢在最早的这个时间哈，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了。那今天呢，其实一会儿呢会有更多的评论哈。那我们一会儿早安中国结束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天亮的这个张天亮教授，他是哪一个频道？现在新的。那个呢，他会有指月闲谈，是指月闲谈吗？指月闲谈那个频道，大家赶快过去，他呢也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还会有更深度的点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其实方方面面也都说了，历史的也等等的都在说了，我们不妨的去看，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这里边很多东西你捆起来看，回头看，原来如此，有这么一种感觉。包括那个诺贝尔奖哈，居然不杀人的人还不能得诺贝尔奖，这太精彩了，那叫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哎，那人奥巴马上来啥也没干呢就得奖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聊到第2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稍稍有点晚，但是呢也是蛮热的，就是杨兰兰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出庭了嘛。那我们今天呢是第一时间哈，把我们的另外一位网红的。就在澳大利亚的珍妃呢也请到线上了。那方伟呢就一直想跟菲菲呢，我们直接他是在现场跑到法庭上去了。珍妃在能听到吗？哎，看到，出现了。Hello， 高姐好，3位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们看到呢，大家都说哇，这珍妃太厉害了，居然都飞到法庭上去了，你也太卖力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必须啊，这么大的瓜，在澳洲怎么可能错过？然后我看到不光是你们啊，还有所有那澳洲的媒体都拎这个摄像机，全都堵在那个法庭上，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杨兰兰这个事儿，现在在澳洲到底什么情况？讲讲法庭的盛况。好，对，昨天呢是因为他的这个案子呢是9点半开庭嘛，那我们之前是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法院出庭的，因为之前是网上有流传说可能会换地点，那个法庭因为在维修，那我们当天呢就要去看会在哪里，究竟他会在哪里出庭。然后大概是
提前1个小时的时候，8点半的时候，在法院的门口呢就会贴出来。网络有点卡，就是澳洲跟美国的我的案件的一个名单啊，网络有点卡，对，现在好了，是。好了，那我们就在8点半的时候才拍到了那个照片，就才看到了杨兰兰确实会在那个法庭出庭，但是呢，不会是在那个就是之前证明的他那个就网上流传的会到另外一个法院，那个其实上是错误的消息嘛。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法院的前面呢还在维修，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到另外一个入口，就整个这个法院就变成只有一个入口了，然后我们就去到另外一个后门，然后去等他，去围堵他。然后8点半左右呢，那个基本上就是陆陆续续就可以进去了。当时我记得第一波呢，差不多有10多20个人，大多数是华人面孔，然后其中不乏年轻的华人，就是留学生模样的华人。对，然后第一波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当时已经看到有差不多4、5家的西方媒体，就长枪短炮的在那外面蹲守了。当时我就决定没有进去，因为如果进去了那栋楼呢，就所有的像手机设备啊、拍摄录像是全部不允许的，是违法的，那就只能在里面干等。所以我就决定在外面再探一下消息，然后再晚一点再上去。然后大约到8点45分的时候，就过了15分钟嘛。那有另外一位朋友他上去了，上去之后呢，大概到9点15，就半个小时之后他就下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上面的情况，他就是等于说在8点45分钟，距离杨兰兰案开庭的45分钟之前，整个那一层15层全部塞满了人。大概多少人呢？他估摸着差不多有几百人吧。所以他整个那个庭审的房间，那 courtroom 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就已经里面全部是满了。然后他就只能在外面，就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就决定下来，与其在上面就是完全干等，还不如下来围堵他。对，这个这是这个情况。然后差不多到了9点20分左右的时候呢，就很紧张了。下面其实没有太多的人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上去了嘛。然后下面基本上就是主要的是一些媒体了，有西方媒体，然后也有一些中文的媒体，像凤凰卫视啊、今日悉尼、澳洲当地的一些媒体都出现了。然后大家都在，当然就是到处看啦，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可疑的疑似车辆杨兰兰会出现的。但当时呢，我个人是比较怀疑他会不会真的现身，从那唯一的一个入口，就是走上这个他的那个庭审的15楼。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个法院呢，它在悉尼的市中心，然后法院门口呢是一条很繁忙的那个市中心的一个街道，基本上是车是没有办法停在法院门口，然后吓人的，因为就是会很多车，流量很快嘛。然后我觉得杨兰兰这样子的一个敏感的程度，她这样子众目睽睽之下走下车，然后走进这个法院的门口，再过安检，再走上15楼，因为那是他唯一的一个入口。我之前反复跟很多的西方媒体确认了，我说这个楼里面有没有那种不被我们所知的一些，比如说像 car park 或者是内部通道，他可能先进去这个楼，然后直接上去的。然后他们全部都说，除非是法官，那这个就是他唯一就是现身出庭的一个入口，他必须要从这里走进去。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太戏剧性了。如果他真的出现，然后走这么长的一条路上去的话，那简直就是太爆炸了。所以我始终是有点怀疑他会不会出现。但是呢，因为上面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嘛，庭审房间，所以的话就在下面蹲守他。然后差不多到了9点38分的时候，那时候距离杨兰兰案开庭了已经过去8分钟了，就下面还是完全没有迹象。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说，要么他迟到了，或者是这个时间改了，或者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然后大约再过了5分钟，到9点45分的时候，然后上面的这个警察和官员就下来了，说这个案子就这个庭讯已经完了，你们可以走了，就结束了。回家吧。对，白等了。是。所以它整个这个过程呢，持续了，就从9点半开庭到9点45分钟之前，它就已经完全结束了。它就是远程的吧，视频连线进来，这么这个走完这个程序的是吧？对，它是视频连线的。那它那个 courtroom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现在西方媒体呢其实
披露的信息都非常有限。我是到昨天晚上，才从一个就是 source， 就是一个信息来源，知道了当时里面发生的是什么。这个来源呢，他是因为有记者证，所以他才能够进去坐在里面。他整个那个 courtroom 非常的小，然后就是他当时就给我还原了一下整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 courtroom 嘛，一个提讯、一个审讯的一个房间，它大约就是五排座位，然后分左右两边，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一样，左右两边的座位，然后每一排呢差不多是5到6个位置，所以它整个 courtroom 装的人差不多就30人左右，非常小。然后它因为杨兰兰是视频连线嘛。那我们听到视频连线，可能首先想到就是会有一个屏幕啊，可以看到啊，但其实呢，它是一个电视机，然后还是一个不大的电视机，就是普通大小的一个电视机。所以整个虽然杨兰兰是通过视频连线了，但是她的那个样貌是非常难看得清的。然后呢，没看到，对，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只给法官看见就行了，并不是要给大家旁听的人或者这个其他的律师去看到他，对吧？给法官看到他就行了。我都很好奇耶，当时有没有问一问，这个法庭的电视机是一直都是这么设置的吗？是过去一直都用的那么小小的吗？都什么年代了，还用一个普通的这种视频连线放到法庭里头？我们一般要知道，要是如果是远程连线的话，你得放一个差不多大一点的东西，尤其在法庭上，对不对？那么是不是他之前一直都是这么小，还是当天特意换成小的呢？我倒是比较关心那个，他是在这个视频连线的时候，后来发生了什么？当时那里面的记者，后来还说了些什么？对，我先回答高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可能就是澳洲有个这个称呼叫土澳，这可能就是土澳的由来。土澳子。因为对我下来的时候呢，有采访到他们上去的很多的看客嘛，看官，当时呢是有曾经在同样一个法院做过 jury 就是旁听的这个澳洲人的，他们呢其实没有对当时的那个整个现场的设置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他是很熟悉这样的设置的，所以由此可以推断，我觉得以前可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庭审的房间都是这样的一个设置。我想知道在15楼堆了几百人我真的打断了哈。我想知道，我插一下好了，洋人多还是华人多？华人多，80%是华人。所以吃瓜群众，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很大占比是年轻的华人，就是留学生面孔华人。对，至于为什么他们就是这么感兴趣呢？我有采访到几位，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再说到这一点，然后再说一下就是整个他这个首次提讯的这个过程，就是他因为到点了嘛，那么整个程序就开始走了。那主持这个提讯的呢是一个官员，他不是法官，叫做 registrar， 就是他职位比法官低一级的，是一个登记官、书记官。对，然后电视的那一头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大约25岁到30岁的中国男性。这个男性呢就开始说话了，就说他自我介绍，他是姓于的一个 solicitor。姓于，这个就是很多英文媒体指到的那个杨兰兰的律师 Mr. Yu， 就是他。OK， 对。然后呢，他就说了，他介绍了一下自己姓于，然后呢，就是说问这个登记官，你是法官还是登记官？然后这个主持的这个人呢，就说我是登记官。好，那么确认了这个身份之后呢，这个程序就开始了。那这个登记官呢，就问杨兰兰在不在？这个时候，杨兰兰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他那个于律师他那个场景呢，就是也像我这样子，就是一个在摄像头面前坐着的连线嘛。那当登记官问到杨兰兰在不在的时候，等于他就侧过去了，杨兰兰呢就从旁边探了一个半身出来。当时杨兰兰呢，她戴的是一个渔夫帽，就女生可能知道，它不是那种草帽像翻边的沿的那种平的，它是渔夫帽，它是整个是往下压的，所以它整个上半额头全部盖住了。但是她不能戴口罩，因为出庭嘛，所以下半边脸是可以看到的。
那此前很多媒体拍到他的这个样貌呢，我们都是看不到他下半张脸的，因为他戴口罩嘛。然后后面我就采访了当时看到杨兰兰样貌的一个年轻的中国男生，我就说当时杨兰兰给你的第一感觉，这个样貌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他说就是一个普通的，但是长相呢也是中等偏上的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女生。我说她的下半张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特点，就是五官啊这个方面？他说没有特别之处，就是比较普通。然后呢，当时杨兰兰出来之后，除了戴了一个渔夫帽之外呢，她穿的是一个黑色西装，然后里面是一个背心样的，她就等于说是跟法官看了一下，哎，我在，然后她就马上就隐去了，所以整个她现身的这个时间只持续了几秒钟。我才知道连律师都是远程啊！天哪，全部都是视频，全远程，所有人都在，他们不在。对，都让哈，你觉得这是正常的是吧？这正常的哈，法院会这么干的。但是庭上呢，他是有控方的律师的，有被控方的律师代表。当时是有一位，因为检方和控方嘛，控方当时是坐着一个律师代表的，一个穿着格纹的一个西装的一个外国男士。当时是一言没发。那个呢，就是基本上从这个座位的来看，那个就是控方的那个律所，杨兰兰所选的律所的一个律师代表。待会儿，你不是控方吗？有就是辩方还是控？对，辩方就是被控方的有人在现场吗？有。杨兰兰这边有律师在现场，对，然后还有律师，姓于的律师在远程，杨兰兰自己也在远程，这么个架构是吧 ？OK， 你觉得正常吗？正不正常？正常，好吧。因为显然，对，因为显然这个东西呢，它是事先申请过的了。从随后他们的谈话来看呢，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法院包括这个所有当天参与的这个司法的这些官员是全部知情杨兰兰不会出现的。对，他们是全部知道，所以法官是没有现身的。然后呢，这个姓于的律师呢，就是继续再讲嘛，然后杨兰兰现身了之后，然后就隐去了之后呢，这个于律师呢就说 Mr 什么什么很快就到。他这个 Mr 什么什么呢，他那个 surname 呢，就是对于现在看到的很多英文的媒体，包括我的那个信息来源，他也是没有听清楚的那个 surname 是什么，就是那个另外那个大律师，那个就应该是杨兰兰主辩律师。是所有现在媒体是没有 catch 到他那个 surname 的，所以呢，可以推测他那个 surname 不是非常的就是通用的那种，比如说像 Mr. White， 那就很容易被听到嘛，就是什么姓，对不对？所以是没有这样的信息披露出来，就是 Mr. 什么什么很快就到，他就跟这个登记官说，然后在他说的过程中呢，这个 Mr. 后面那个律师就上来了，就出现了。那这一位呢，是一个大约60岁左右的，看起来就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西人律师。这个应该就是杨兰兰的主辩律师。所以起码我听出来他有个律师团，对吧？他是个律师团，他不是一个律师。现在最少已经有3个律师已经出现了啊。对，是。所以那个姓于的年轻的那个律师呢，他只是一个助理，很有可能是这个西人主辩律师的助理。然后这个主辩律师上来之后呢，他就开始说话了嘛。那个姓于的律师就旁边去了。这个开始说呢，他就说了2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一上来就说我们没有准备好认罪还是不认罪，就是 we are not in the position to enter plea or not to plea， 就我们没有准备好。然后就要求我们要休庭6个星期。然后这个登记官呢，就听到他这个诉求之后，他就开始翻看他的这个簿，就是他这个可能登记簿啊、审件簿啊，然后看这个时间，哎，他可以，然后他就问这个检方，就是这个警察这一方，你们怎么看，有没有异议？然后警察检方这个呢就说 no objection， 就没有异议。然后在这个日期9月26号跟杨兰兰这一边确认这个日期你们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好，那么这个信息就敲定下来了，休庭6个星期。这一点呢，明显就是他们是事先提交了申请的，杨兰兰的律师团队是提交了申请，就是完全登记官也好，这个检方也好，他们是知情的，他们只是没有在这个法庭上是公开的对公众披露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他们只是走了一个这个程序，然后同意了。
那你觉得整个过程存在任何的特殊照顾或者说反常的现象吗？还是非常正常？我觉得它是是有条规上有这样子的空间的。就是它不，我觉得存在特殊照顾的可能性比较少。就是说，如果有特殊情况，然后去申请，根据酌情考量，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有这样子的条例。今天是8月15号哈，我们说全世界呢，一个是双普界面，一个是杨澜澜开庭。那我们看到呢，的确哈，你刚才讲到了，在这个几百人都涌过去，80%都是华人的面孔，而且是年轻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去的呢？这个还有在讲这个之前呢，还有一点，因为当时这个西人律师还说了一点。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先把这个说完，就是他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9月26号确定下来之后呢，他提出的第二点就是说，要对下一次杨澜澜的出庭要有一个豁免权，就是他出庭，就是 physically 的现身法庭，他申请了一个豁免，然后呢，这个登记官也是问了检方同不同意，然后没有异议，然后双方没有异议，这个呢就是确定下来了，所以下一次杨澜澜也不会亲身的现身法院去出庭，但他会不会出庭就要看下一个阶段这个案子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还是这个像提讯，就是 mention 这种 first mention， 就是他再走一轮这个 mention 的话呢，那他还是就是通过他也需要出庭，可能必须那就肯定是通过视讯的方式。如果到了那个 trial， 那还有可能就可以由律师全权代理，他就可能完全就不需要现身。我们在过去硅谷有一个 Google 的员工，那个男的啊，也是清华，他们把他太太给打死的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结果呢，一次就是申请延期，都出庭都不出庭，出庭到现在也是就是一次，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说法。所以反正在美国，在这些民主国家里边，只要你提出一个理由来，按照法律程序的话，很有可能他也这个就一次拖，你也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总而言之，他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在一次拖，他不出庭的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他现在还是不一样，他是这个有点像是叫庭前会议，他不是正式的这个庭审啊，他并不是正式庭审的时候你是必须出庭，但是庭前会议呢，比如说讨论啊，要给多少保释金啦，或者怎么样啊，这什么时候正式进来开始审讯这个案子啊等等细节，对这个细节讨论的之前，所以他是个书记官在跟他们在讨论，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可以不用亲身出庭，如果你有理由的话。对。那珍飞，你以你的了解哈，澳洲的主流社会这个叫做英文世界对杨澜澜的事情重视吗？什么反应？重视，但是呢，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留学生，就是中国年轻人关注这个事情？对啊，对，当时他们在上面和下面，我有听说，反正都有采访中国留学生，这些年轻的中国面孔，说为什么你们这么关注？然后呢，有一个就是中国年轻人就说，我25岁，他23岁，为什么他这么有钱？我很想知道他的财富到底从哪里来的。但是呢，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有采访另外一个也是年轻的中国学生，他说他是西南威尔士大学的，他说呢。我说杨澜澜的这样子的这么豪的这个程度啊，有没有让你很震惊？你觉得就是好像跟他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所以很关注，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他说还好，他说我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开什么车豪车，他说了几个，但因为我不太熟悉，贫穷限制我的想象，所以我不太了解。然后呢，说了好几个，肯定都是非常跟杨澜澜的这个豪车级别是很高的嘛。然后他说我的同学开这些很多很正常，就是我觉得他还好，没有到一种就是富到一种让我都觉得怎么这么富的感觉，他觉得还好。那他去干什么去了呢？他去就是看热闹，他们口上说是看热闹，但是呢，就很多可能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他们不愿意谈论嘛。但是都很关注了这个人是谁。
然后财富有意思啊！其实我们想一下，澳大利亚那边呢，其实中共渗透的是很严重的，华人也非常的多。这些年轻人就因为好奇，能够走到法庭上，还接受中文或者是西语啊、英文的这样一个采访，澳大利亚媒体的采访，把这脸露到那个镜头前。当然了，说法可能都他说，你看那个就很实在。我想知道他钱哪来的啊？那法庭审不审理这个呢？就是大家希望法庭问，那法庭会不会问，咱们再看。但你第二个呢，他就觉得，你看就觉得无所谓啊。澳洲多的不是这一个杨兰兰呢，太多这种有钱人了。哎，他就会给外界淡化，你们有点太好奇了吧？这个事情没什么。哎，我就觉得他们能够到镜头面前说出这句话来，也蛮有意思。我不是阴谋论啊，我确实是觉得。但是我同意你的推断啊，没什么，那你去那干嘛？对呀，而且还把大大方方把这面孔在这边露出来。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感觉？观察这些人真的都是好奇吗？对，我觉得一个是他就是年龄层，他是跟很多当天去看的看官是相近的嘛，因为很大的程度其实上都是年轻的中国学生、中国人，所以他们肯定觉得，哎，自己的同龄人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包括全网都在议论他是谁，大家这个好奇心肯定是非常想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是促使他们就是这个三三两两的一起成群结队的一起组队来看，社交媒体的一个很好的爆料，大家都可以回去在社交媒体上发，这是一个大瓜，对吧？这你永远说你永远说不准啊，也许是因此导致什么中国的一些巨变啊。然后过了20年以后，你告诉你的孩子，哎，当天我在场啊！这个你可以说了。牛的一件事。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哈，这个看你刚才说的这个样子，恐怕要看到杨兰兰这个真身出现，这个根本就是期望不到的事儿哈。杨兰兰因此会被忘记，还是因此会永远就是说被记忆的更加深刻，是不是？对，这问题怎么看？我觉得。他出现的，因为他现在就是虽然他没有在法庭出现，但是呢，他现在每个星期还是延续了之前那个有条件保释，他还是需要在他当地的警察局去报到的。那这一周3的下午，他就被媒体拍到了去 Double Bay 的那个警察局报到嘛。当时那一身行头也是说啊，价值跟他那台车是价值差不多的，所以呢，他很有可能他会在每周要出现几次去这个警局报到，但是下一周会不会还是周3的下午？这个呢就值得就是再推敲了，因为一般来说从警局发的这个通知啊，比如说你星期几去警局报到，它是一个规定的嘛，固定的，那就是每一周它按理它就会是这几天，但是基于杨兰兰这个情况，它会不会每天它就是有一个轮换，以混淆这个外界视听，也是可能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对，这个没关系。这个你知道西方的狗仔队啊，是专门干这种事，非常尽责。因为你如果能拍一张特别好的照片，你可以卖几千甚至上万的啊，这个是可以卖很多钱的。我觉得有人愿意干这个活的。我觉得杨兰兰现在的问题是，她的那个叫做衣橱里头啊，没有便宜衣服。所以一直会变成新闻，他得去买一些便宜衣服。他可以跟我说，我是随时买一些给他送过去。你看他第一辆车 Rolls Royce 对不对？150万澳元是吧？对。结果第2次他就学乖了，我开个便宜车，开个丰田车，那个丰田是10万美元。他便宜也便宜不下来啊，他好辛苦啊。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郑飞，我想问一下他那个，就是说到底杨兰兰是不是中国籍这个问题？你们在澳洲听到什么这个说法吗？他是不是中国籍？因为在网上不是这个中国媒体有个说啊，说他根本就是台湾人啊。而且记者问了警方，你们澳大利亚的警方回答，国籍跟此案无关。一副外交部发言人样子。对呀，我们也挺好奇的呀。听到了有什么线索没有？他自己的个人信息呢，现在外界了解的真的是非常少。因为他今天这个出庭啊，他昨天出庭的这个外面贴出来的官方的这个文件，其实就是杨兰兰嘛。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是有这个官方法定的证件的，至少是澳洲的驾照啊，或者是护照这一类的证件显示的是他杨兰兰的这个名字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网上查无此人，包括他的这个他名下没有公司，没有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嘛，完全看不到。但是我们有查到他的那个劳斯莱斯的那台车的 registry， 就他的那个登记的记录，那台车是在2月份买的，
就是2025年的2月份买的。对，然后现在就是等于说几个月之后他就直接撞爆了。然后但是他这个为什么查无此人，包括他的国籍，基本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的豪宅的地址啊，英文媒体很有可能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细节，就是一个是说他的那台蓝色的劳斯莱斯经常停在他住所附近的街道上，他住所附近的街道上，这个呢，他住所在哪里？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耐人寻味的，这第一。第二就是说，在事故出生之后呢，发生之后，他的这个豪宅，他 penthouse 的窗帘拉上了，那就说明，就是说很有可能他是哪一个 penthouse， 对吧？Workplace 那么多高楼，就是几栋高楼 ，penthouse 就是这几栋，然后你就看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大海捞针一样的这样子的概率，就很容易去定位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披露出来？我觉得这可能牵扯到他一个隐私的问题，就是媒体还是会基于这个职业操守，他不会披露。所以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有可能改名字。他如果改名字，并且他所有的证件变成了这个杨兰兰的话呢，那所有的材料确实会是杨兰兰，但他以前的那个名字呢，就很有可能是查不到了，因为以前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嘛，外界不知道嘛，而且他改名的这个记录他是不可以披露的。刚才石山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他就说这个国籍啊，你随便到网上查一查。你像就是什么中国留学生、中国女子酒驾撞人，然后判刑10年，基本上我们要在美国听到这样的什么西雅图啊，什么撞人又逃回国了，你第一个他先说的，在澳洲、在加拿大都会说，对吧？先说的就是留学生啊、非法移民呐、中国人呐、哪个中东人，国家对呀，他一定会先提。我天哪，这个杨兰兰什么国籍跟本案没关系，这对吧？就跟这个这可能是有国家之间的差异的，我们确实不太说国籍。澳大利亚不说国籍，对，不会说。那我太阴谋论了。是公民啊，什么不会，我们没有这个移民困扰，可能。OK 澳大利亚还没有移民困扰，来多少都太大是吧？人口太少，袋鼠太多。OK， 所以杨兰兰，你这次回到澳大利亚呢，这件事情是在网上发酵起来的。那么你也在那都做了一些采访，你觉得你亲身去看接触这些包括西方啊，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些媒体啊和华人在网络上所关注的，以及呢你在现场他们所关注的，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区别？你看到了哪些可能只有你那个独特的位置才能够看到的事情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英文媒体的话，他们其实更多的只是关注这 car crash， 就是车祸，然后他会有更多的视角放在这个受害的这个司机上面，因为这个司机他是澳洲一个知名的电台主持人的一个司机嘛，是澳洲一个名人的司机，所以这个事情最开始是因为这个而被关注。对，这个对方也是名人，对，这个新闻点完全不一样，新闻点完全不一样是。那现在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了，其实有这么多华人在关注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巨额的这种财产，有他们澳大利亚的社会或者是他的媒体是否注意到这一点了呢？注意到了，他就是这么多华人关注，成为他的下一个新闻点了。OK， 对，他只是会说到这个，对，他会说到这个。就是他的不知名的这么巨额的财富，但他并不会关注在他这个财富从哪里来，他没有太关注英文媒体，他就是说这么多的华人感兴趣这个事情，成为他现在后续报道的一个点。所以昨天在现场的时候，很多英文媒体就对这些华人面孔啊，这些媒体啊一顿咔咔拍，这对他们来说就比较稀奇。对，这个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个我们从很多的这个迹象来判断啊，这个杨兰兰绝不简单，因为如你假设啊，我们假设一个人物，假设李嘉诚，他们家有一个孩子，如果在海外出了什么事情，他的这个家庭资料或者他是出身什么，马上就会出来。但虽然你当时啊在之前你会保持低调，但是这个他没有必要保密。
对吧？很多人会说啊，他是第几代，他是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啊，这个当地的政府也不会配合你们什么跟本案无关这一类的，这是没有必要的。包括台湾的，像他这种整个包括他的车、他的房子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信息身份的这种保护啊，不是一般的富豪需要做的。是不需要做的那么严密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最感兴趣说这人到底谁？太神秘了。你说这蒙一个面纱就算了，他不但蒙一个面纱，他还再戴个帽子，然后再拿个铁盒子把它罩起来，这个就反而会激发大家的这个想象力。你知道这种事情，所以现在在中国传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这个传言。这种东西呢，传到现在已经对中共当局已经构成了损害了。哪几个版本？我们来汇总一下。对，现在就很多，最开始都还在传说这个是什么某姓杨的什么重孙女啊，这个当然就指的杨尚昆了，大家都知道。但是然后再说是这个包括什么指的习远平的这个习远平的女儿私生女，现在就直接就是指出来说是习近平的私生女，对吧？输出的二公主哈，对，都说这个已经是有名有姓的啊，就是说她的这个妈妈是谁。接生婆谁？接生婆是谁？在哪家医院出生的？啊，当时怎么回事？全都是这个有鼻子有眼的，说的有名有姓。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官方还没法出来辟谣。你说是不是啊？你说我没这个私生女，我私生女才不是这个人呢。那这个当然这个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不但没辟谣，中国的新闻周刊呐等等，中国大陆的媒体啊，还开始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除了不说他到底是谁，基本上他跟警方的这些透露的材料，24岁呀，然后住在顶级公寓呀，然后撞了谁了，酒驾了，车怎么有钱呢？这些信息都跟外面都一致的，除非大家说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他？哎，国内开始也报道，有意思吧？对，国内有些官方媒体在往里添火，对不对？对，加油了，开始往里面加油。这个是啊，现在很明显，我们看刚开始吵了一堆啊，说他是这个人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现在所有的焦点就是他跟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关系？我昨天做那个直播啊。别人已经不关心我直播的内容了，是吧？在下面全部留言，杨澜来了，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习近平啊？什么？我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很明显，已经对习在中国，甚至海外就不用说，在中国的这个形象啊，这个地位已经开始造成损害。所以这个事情它是被动的。我不管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背景，但这个事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它整个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的炸弹，是被有人拿去专门炸某一些政治堡垒了啊！这个政治堡垒当然就是习的政治堡垒。你要联想到现在是北戴河会议还正在开，可能刚刚开完，接着就是4中全会，接着2年以后是21大。27年21大，整个这个里面涉及到多少个利益团体相互之间的这个争夺啊、卡位啊、这个妥协啊、谈判啊、斗争啊，所有这些，所有外面发生这一系列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派的政治炸弹去炸别人。你看，现在所以是所有中国的现在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都跟这个都全部连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未来发展会怎么样？会大家会越来越关注，我想。而且我们倒推一下哈，这件事情，这个车祸是7月26号发生的，8月8号把它周出来，然后造出这种什么7000万这个澳元的保释金，2700亿这种，现在都出来，官方也出来辟谣了，没这个事儿。对，我们在美国在西方生活的都知道，这种什么保释金完全是胡扯嘛，对不对？你这7000块还差不多，哪有这个7000万？但是这2个数字，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核弹。美国的
7000万不是出来吗？不也是中国的吗？是美国历史上第6大保释金的金额。对，所以呢，他那个7000万他是有所指的，他给炸开了，不是吗？好吧，反正就是说这几个奇怪哈，一个是8月8号把7月26号的事周出来，第二这2个吓死人的数据哈，把这个全中国的老百姓全部给点着了，然后呢再加上这种伏击型的这种记者，对不对？跑出来之后咔嚓一下子，谁没事干这个事儿哈？对，所以呢，这再加上现在国内的某些官方媒体在拱火，添油加柴。所以呢，看得出来，这个真的是习近平大概被人家摆一道啊，有一股力量，对，现在有一股力量在炒作这件事情。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各种说法，说这个女孩什么这个车啊撞车那个后备箱里面有去医院的报告啊，说是她已经什么怀孕了，如何，这也太那什么了吧？谁呀，却还翻到后备箱啊？他说是警方的一个证据啊，警方因为你这个车是可能这个警方证据，所以呢，大家就推断他可能这个又很苦闷啊，这又可能这个除了律师也见不到，也不能太活跃，又没有社交媒体，又不能出去穿那么豪华的衣服，又不能够出去，你知道锦衣夜行啊，谁都不知道你是谁，你穿那么豪华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这个感觉就是很苦闷，所以就喝酒了啊，就喝酒了啊，所以还有说法呢，还有说法说这个车祸不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视频吗？2个车咣吱撞一起，他说这个角度抓的也太好了。说甚至都说是不是就是摆拍了，就是说是那个撞车就是被制造出来的。当然这个就是阴谋论，就一层裹一层啊，裹得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呢，这个正因为如此，凌晨3点嘛，那天咱们就问嘛，凌晨3点跟谁在一起？出来开车之前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对啊，跟谁吃的？对，然后呢，有代驾，有保镖，为什么他开车？对，所以这太诡异了。对，所以如果他这么有钱的话啊，就说他应该这个有人保护，应该是有人帮他开车啊，或者送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阴谋论是一层裹一层，裹得大家现在有点晕晕乎乎的。而且这个事情像不像那个秦刚一样？这是一个完美的新闻风暴哈。对，随着时间的推移，永远不会忘记。没错，只会只会这个好奇心越来越厚，越来越强，越来越浓，对不对？这件事是解不了套。对，所以现在秦刚中国政府用了很多方法啊，说秦刚现在你们忘了他吧？就是说他没死，他们还在某个地方工作，外媒还曾经报道过，说他已经在某地工作。最后，国内当时有心人了，去查了以后，告诉你那个是同名同姓，那个不是这个中国外长秦刚。结果现在这秦刚到底在哪儿？现在大家还在问呢。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的这种新闻呢，都变成了，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都变成政治炸弹了。就看谁往谁那儿丢了。所以听着呢，石山在讲的是传闻啊，讲的是八卦。其实呢，这背后呢有他一个解读，这是一个政治炸弹。然后呢，珍飞你还在线上吗？你听了石山这个分析，你在澳洲哈你现在是现场，就你身在其境的时候，你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闻到火药味了吗？对呀，有没有炸药的这个味道了？昨天有问很多的，就是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呢对于这些说法呢，不太谈及，对，不太谈及。然后呢，也有说一个可能猜测，就是说转移视线，就可能也是中共那边利用这个炒作，然后转移一些视线，转移他可能这个习近平权力啊、高层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个，也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对，但基本上这边的，我觉得华人群体呢，确实是比较更加关注的是他是谁，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倒比较少的会，这可能也是跟不同就是国家的华人群体的这个对于比如说对于中国政府啊、对中共啊等等这方面的认知的一个视角是有关的，所以倒比较少的有听到就刚刚石山先生说的那个角度。因为这个是啊，就是在心里不能说出来的。我说出来这个是因为大家藏在里面的这个疑问呢，它永远存在，结果它就变成一个工具啊。然后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自媒体的人
在网上拼命的讲这个事情，但一般老百姓啊，恐怕都不太这么说。也确实是对习近平相当不利，因为澳大利亚呢被称作是习近平家族的王国，他的二姐、姐夫啊，他的弟弟都在那边，然后他的家人还有在加拿大的，所以这一次呢，他一直怀疑他是习远平或者习近平的，不管是这个庶出的还是嫡出的，不管是怎么回事吧，总而言之，基本上都围绕着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在澳大利亚这个背景，而且你让大家不断的在想到，你瞅，就你在这裸官啊，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块做主席、做这个总书记，你的家里人都在外边，而且不是加拿大公民，就澳大利亚公民，所以呢，澳大利亚本身就是说，习近平家族在澳大利亚的这种势力根本就不次于这个曾伟啊，就曾庆红他们家。澳大利亚被称作是中国的后花园嘛，所以那个地方的这个富豪，刚才真威也讲非常的多，就是很多人都是太方便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据说，就是疫情之前啊，就澳大利亚是有一个相当有利的这种投资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和政策，而那个时候呢，中共呢在澳大利亚就进行了很多的布局，从政治、外交、商业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中国的有钱人、有权人啊，这周边边角角的这样的一些关系都进到了澳大利亚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澳大利亚人口不多，但是华人占的比例现在是相当多，而且是有钱的华人，那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啊，那珍飞可能我们就非常感谢你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他酒驾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呢，他是在路边就被警察拦了嘛，然后做这个酒精测试，但那一个呢其实是一个催切测试，就比较粗的，就是测他这个酒精阳性有没有酒精的这个问题。那当时呢是酒精测试阳性，但是呢他到了这个 Waverley 警察局，到了一个警察局之后呢，警方要求他再去做精确的血液酒精测试，当时他是拒绝了。这个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可能啊，一个呢我自己的分析，我觉得他是有咨询了律师，因为那个时候是凌晨3点钟，中国大陆是12点嘛，那他出了这样子的事情，他那么有势力，很有可能会第一时间让家庭知道，那家庭在那样的时间内帮他联系一个就是有经验的律师，我觉得不是难事，所以很有可能他是在律师的这个建议之下冒着风险在警察局拒绝酒精测试。为什么呢？因为拒绝酒精测试这个本身就构成了一项指控，这是他3项指控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呢，他这个指控他就要相较于如果他做了酒精测试，他这个酒精的浓度如果很高的话，那个量刑最高是可以达到10多年的监禁的。它是有一个高浓度酒精的一个危险驾驶，那个10多年的监禁，所以他可能宁愿就是说我不做酒精测试，我面临那样的一个指控，并且有相应的刑罚，我也不做酒精测试，两者相较就是这个取其轻，两害相较取其轻。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到底当时这个酒精浓度是多少，怎么样去裁定，现在是不得而知的。我也看到网上有分析，就他认罪和不认罪之后呢，他的量刑和结果都会相差非常的大。因为你刚才讲到了，他们今天去上庭的时候呢，他律师在讲嘛，他们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认罪，他还要不认罪吗？都已经这个样子，你还不认罪吗？一共3项嘛，一个就是拒绝酒精测试，对吧？第二个呢伤害，还有一个是什么？3项起诉哎。还有一项就是跟前2项相关的，也是在不当行为之下驾驶机动车。对吧？你看这3条，你这3条怎么哪一个把人都撞残了，都截肢了，然后你还可能无罪？我真是不可理解呀！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件事儿？他这个3个指控呢，他怎么认罪？这个里面确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昨天采访了一个律师，就说这3项指控他怎么认哪个，认多少，这个对他最后量刑的这个判决是差异非常大。比如说好了，他这个就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当然肯定面对这么样毫无悬念的一个危险驾驶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肯定首先就是认罪，因为认罪的话呢，他这个刑罚会减轻25%，普通人肯定会这样做，但是他是杨兰兰，所以呢这3项指控，假如说他认了这个危险驾驶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但是他不认拒绝酒精测试，他比如说我是在有什么样的心理压力，我是在一个not 就是 fully conscious 的情况下，我受了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冲击，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当时我没有就是做这个酒精测试，不是因为我有意的拒绝，
那它这个环节呢，它就会存在这个控辩双方去提供证据嘛，会存在一个辩论的 hearing 的一个问题，一个程序。那这个呢，就牵扯到他怎么样去打这个官司，然后可以争取到什么样的为他争取什么样最好的结果。这个一个时间会拖长。再有的话，它这个不同的，因为它不同的指控，它量刑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指控呢，就是它最高是可以判7年监禁。就看他的律师怎么给他打了。他这个3个指控当中，他不同的组合，我认多少，我怎么认哪个，这个他怎么组合，得到一个怎么对他来说最好的结果，他就会这样做。这是必须有非常厉害、有很复杂的程序，我觉得这个案子。对，所以很明显是有非常厉害的律师在后面，甚至是整个一个律师团队这个通过 AI 帮他计算出来。对，所以我们更想知道的他是谁，他的钱从哪儿来的。至于说你的量刑，自有澳洲的法律呢去量刑。反正我是不太认可这个事情用来掩盖或者另外一个事情，就吸引注意力，因为这个事情的对杀伤力更大，超出所有，比什么双流那种的杀伤力更大。最近中国除了社保9月1号强制执行之外呢，还有一个是9月15号要去收一个叫做租房的税金，你出租房子也要收税金，所以呢，这9月份是热闹事儿也是非常多哈。那包括杨兰兰那个，你和那2个比的话，这个大家更愤怒，就是这种背景之下呢，就更加愤怒。我们为了点租金、税金呢，简直是东躲西藏。现在呢，中国大陆现在小饭店、这个饭店呢，企业现在很多开始关门了，9月份受不了了，已经开始在关门了。你这边一双鞋、一副耳钉、一个衣服，你简直都是我们多少年的社保。你说大家他那一双鞋是多少？1万多美元。对呀，1万多美元，1万多美元，这个中国老百姓可以一个人可以交好几年的社保。对呀，他就踩在脚底下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对比太强烈，冲突也太大了。所以这个国内居然现在还报道了哈，你不用说是谁，就光这个钱数惊天的这种吓人，名字都不知道。你说这也挺有意思的。我有时候就看这个新闻，你说你们这家人，不管你是谁，你这么多钱，你名字不能让人知道，你身世不能知道，你财产哪来不能？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要构成的一个世界当中大家都不能知道你的社交媒体什么地方都不能有讯息，可倒是藏得紧，但是这活着图些个啥呢？也很快乐是吧？也很快乐，对。活了个不知道，你很难感受，因为你不是他。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好吧，那我们今天呢是8月15号2件事都是第一时间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早安中国的朋友呢，如果来自大陆的话别忘了去下载神盾 VPN 那这个呢可以去帮助您安全的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分析，而我们分析的这个东西呢都是第一时间最热，而且非常有深度，对不对？而且做出了政治的这种衬言，对不对？咱们下期节目咱们慢慢聊，慢慢看，好吧？那就谢谢珍飞。那行啊，那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拜托大家到张天亮教授的叫什么？指月闲谈哈，去看看他对川普和普京的分析，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了。OK，好，拜拜。